我爹想买个妃位给我当，不料给的有点多，直接买回来太后之位。妃嫔请安，赏1万两；婢女就嫁，赏5万两。国库亏空，皇帝不情，不愿找到我母后。我一挥手，1000万两。皇帝大喜，母后，你是我唯一的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家的钱多到我爹觉得自己精神贫瘠，于是他花了10万两打听到可以用20万两银子给我买个妃位。我爹又觉得便宜没好货，直接给了对方100万两，于是买回来的是太后之位。我不理解，但大为震惊。先皇已过世5年，皇帝已25岁，而我才18岁。然而圣旨已下，接我入宫的銮驾已在柳家门口恭候，我只能带着1000台嫁妆入了宫。我哥背着我走到大门口时，我发现今日守大门的暗卫又多了几倍。定是我爹觉得今日宾客多，生怕柳家的足金9999大门被心怀不轨之人抠走0.9克。我爹说了，当你有理由付给一个人银子时，1两和1万两没区别，但是当他想偷鸡摸狗时，便是一个铜板也别想从柳家拿走。我铭记于心，并传承发扬。门口的百姓议论纷纷，大都是在说柳家铜臭熏天，只有寥寥数人说我爹心善，给宫里捐了100万两，解决了边关粮草的燃眉之急。我爹听了大喜，当场给那些说柳家好话的百姓发金瓜子。于是风向急转，全都城的百姓都真心祝福我年纪轻轻当上太后。我很受用，在进宫的路上让侍女一路撒钱，全城高呼太后千岁。我住进了永寿宫，老公已经死了5年，无痛当妈，还有3妻儿媳，孙儿无数，着实舒坦。不得不说，我爹到反天罡这招的确很高明，让我少受很多女子之苦，省去熬成婆的过程。只是这永寿宫瞧着有点老旧，也没有金床，我自出生以来只睡的灌足金的床，否则会过敏。不知道能不能买个好点的宫住。我正思索着明日去转转找我的儿媳们买个宫，尖细的声音就从殿门传来：太后娘娘，皇上说今日已晚，明日您再去宗祠拜见先皇。老人家一口牙挺白，应该没口臭，永寿宫空气清新度良好，该赏这位公公1000两。什么？高大坚结结巴巴，方才挺直的腰板稍有弯曲。公公没听清，那再赏5000两吧，老人家牙刷这么白不容易。高大坚扑倒在地，发自肺腑高喊：太后娘娘万福金安，娘娘千岁。奴才的月例才10两，这下养老有望了。娘娘日后有事尽管吩咐，您的事是宫里顶顶要紧的事，只要您一声下令，奴才无论在哪里都会立马替您鞍前马后。果然是皇帝的心腹，业务能力很强，相信不日便能成为我的心腹。高大坚走后，知春担忧开口：小姐，宫里这些人恐怕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主，得了您的赏赐，指不定还会出去抹黑您。我丝毫不担心这个问题，出现这种可能，原因只能是给的不够多，在我这里根本不存在。这一觉我睡得极为不舒服，身上起了许多疹子，这也是我出生以来最苦的一宿。太后的永寿宫竟然连个金床都没有，说出去叫人笑话。改明儿我得给后宫高层一人安排一个5米宽那种。去宗祠拜见先皇时，他的灵牌上挂了一朵大红花，以示昨日大婚。我想着这先皇也不容易，死了还要被皇帝儿子拉出来营业卖身，高低得赏他点什么。灵牌给他换个足金的吧，足金是不是不太够诚意，给他换成帝王绿的吧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其他列祖列宗会不会嫉妒啊？我向来一碗水端平，那就都换成翡翠灵牌吧，也表达我这个皇家媳妇对祖上的尊重。就这么办。出宗祠的时候，我有些站不稳，扫祠堂的婢女搀了我一把。太后娘娘当心，我瞧着这孩子挺好，面相善良，给你月例500两，来永寿宫当差。小丫头身形有些不稳，颤着声回答：奴婢秋霜得罪了吴嬷嬷，被发配来宗祠洒扫，不敢擅自离开。吴嬷嬷值多少钱？知春，
给吴嬷嬷送去2000两，买断他们之间的恩怨，你直接过来就行，让他不够找知春。谢太后娘娘，奴婢的妹妹被卖到妓馆，奴婢这下终于能替妹妹赎身了。小丫头不停地磕头，磕到额头冒血了还不停，知春拉都拉不住。你这孩子，磕坏了还得花钱治，从你月例里扣哈。她立马就停下来了，咧着嘴呼着泪，露出难看的笑。这埋汰的模样，我又赏了她100两去内务府买套新宫装。自那日后，永寿宫里出现大批非永寿宫户籍的宫女打扫卫生、浇花除草。我被他们对职业的热忱所感动，赏他们1人50两银子。后来，永寿宫户籍和非永寿宫户籍的宫女们大打出手。你们凭什么来永寿宫打扫卫生？你们有户籍吗？有身份证吗？永寿宫的灰，你们一粒也不配扫，都是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。永寿宫的杂草都是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。非户籍宫女，看看你们扫的地，都不能用来照镜子，也好意思说自己扫得干净。我们能做到把地板舔干净，发光发亮，你们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们不服，我们申请永寿宫轮岗。轮岗，我们申请996。不，007，我们申请80退休。宫里的婢女职业素养就是强，看得我心里暖暖的。1人再赏30两吧。说远了，拜见完我死去的夫君后，该到接见儿媳的环节了。我有些头疼，毕竟昨晚没睡好，只接见了前10名妃嫔，剩下的为表歉意，给他们1人封了1000两的红包。为首的女子端庄大气，看不出神色，想必就是皇后了。站在皇后后面的女子衣着华丽，打扮娇俏，从一进门就对我翻白眼，我也没当回事。皇后率先开口，却又有些迟疑。太后娘娘，儿臣没想到太后娘娘竟这般年轻。她夸我不愧为皇后，该讲。还好还好，今年18。殿内嘶声一片，是儿臣唐突了。太后娘娘年纪尚小，在宫中若是有难处，着人来凤康宫寻本宫便是。皇后面色丰富，但言语还是得体，这才是我儿媳该有的样子。后排的嫔妃皆在低声议论，我听不清，也懒得用力听。左右不过说家里的金山银山有多高，倒是皇后身后的女子蹙着凤眉冷脸道：这么年轻就想当本宫母后，也不看她配不配。不就是个空有名头的太后吗？也不知道端什么架子。大于谁人不知她这个太后之位是买来的，商贾之铜锈，也配进宫。我能理解，毕竟我比她小，却是她母后，换做我也不乐意。谁让我爹有钱给我买太后呢？算了算了，过会安抚一下她受伤的心灵吧。知春，我瞧着皇后很有眼缘，拿2万两银子过来，作为见面礼。皇后表情皲裂，太后，这恐怕不合规制。向来后宫赏赐皆为首饰珠宝，很少一见面就发钱的，我也能理解。我也不是来扰乱后宫秩序的，我是来加入他们的，自然要入乡随俗。是吗？那换成等价的珠宝吧。啊，皇后怎么一脸不相信？是不是我给的太少了？知春不愧为我的心腹，不到半盏茶时间就取来10箱珠宝。皇后再次震惊，鬼使神差跪地行礼，而臣谢母后赏赐。哦，不是嫌少，这孩子心眼实，容易知足，我喜欢。而贵妃张氏却再次出言嘲讽，不就是黄白之物，皇后性子好，本宫倒不。知春，给张贵妃取5箱珠宝。太聒噪了，拿钱堵嘴。本宫参见母后，母后万福。有张氏打了个头，其他妃嫔一阵面面相觑后，争先恐后跪地请安。嫔妾等参见母后，母后万福金安。殿内齐齐整整的请安声让我听了心里暖暖的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赏，都是孝顺孩子。众妃嫔再次高呼：母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臣妾等肝脑涂地，为母后效力，响震皇宫。我笑得合不拢嘴，我爹还担心我在后宫混不开，叫我多带些银钱打赏。我觉得他想多了，这些孩子我都挺满意的，
以后我们将会是和谐的一家3000多口。孩子们浩浩荡荡带着数百箱的赏赐回了各自宫中，临走前不忘邀请我去他们宫里逛逛，说是我看上哪个宫就搬过去，他们住次卧就行。多孝顺啊！其实我看上了张贵妃的储秀宫，她那里房间多，好存钱。可我爹叫人将我的金床送进宫了，我不好意思再找理由去叫人挪窝。接见儿媳们，晚上就有宫女来传，我的孙儿们被他们母妃领着要来给我磕头，我着实有些累了。加上辈分一下子成了国母，不对，国奶，咋那么别扭？辈分大了，身体有些吃不消，便婉拒了。本宫就知道他白日里是在做面子，也就是区区富商而已。想必买位分和白日里的赏赐早就把他的家底掏空了，现如今听说皇子公主们要请安，吓得躲进被窝里去了。我看呐，还不如早日请罪，辞了这个太后，回家做生意去，在这里令人笑掉大牙。张贵妃领着一双儿女来永寿宫时，我早已睡下，不知道她在宫门口骂了这么久。等我睡醒时，才惊觉昨夜竟没给孙孙们准备见面礼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连忙让人封1000两银子作为红包送去个宫。于是我吃早膳时，便有10数名孙孙来给我端茶倒水。皇祖母，母妃说您一个人住永寿宫太孤单了，让我住在永寿宫陪伴您。说这话的是张贵妃的五皇子。皇祖母，我想跟您学做生意，我母妃说当官哪有钱好使，以后让我去晋国买个太后当。还是张贵妃生的3公主说的。皇祖母，我给您养老。皇祖母，我也是。还有我，宫里养大的孩子就是懂事，连养老都给我安排好了。我瞧着有些孩子也就比我小5、6岁，宫里的孩子早当家，老了还要养我，说不定我还要送走他们。我爹这钱花得值啊！好，都是哀家的乖孙孙，都有赏。这下我的亲戚认得七七八八了，唯有皇帝迟迟不来叩见我这个母亲。难道是因为我没给他包红包？唉，孩子还是得哄。太后娘娘，高大监求见。哦，下午才来请安，晚上又来，皇宫当真卷，连老太监都卷得不行。改明儿我得想想法子犒劳一下后宫，在宫里当差，还不如在柳家当差。高大监一路进殿，嘴里的吉祥话就没停过。太后祖宗，奴婢来给您请安了。音调之欢快，犹如黄莺轻声吟唱。我也心情好，这个高大监是懂情绪价值的。高公公，快尝尝哀家新打的翡翠瓜子。通体碧绿的翡翠瓜子就那么随意地摆放在茶水桌上，我示意高公公随便拿。他的目光并未在瓜子上流连。哎，不急，太后娘娘，奴婢除了给您请安，还有一件事。高大监让宫女都退了出去，才神秘凑过来。就是皇上今日心情不大好，奴婢估摸着这几日您都见不到他了。哦，见不见的倒是无所谓，一国之君理应以国事为重。只是有什么事需要发愁呢？有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呢？如果有，那定是钱花得不到位。皇儿怎么了？可是为钱的事发愁？高大监一副我料事如神的表情。娘娘，奴婢悄悄告诉您，江南一带河堤决口，百姓受灾，稻田全淹了，民不聊生啊。高大监抹了抹眼泪，我瞧了心里不是滋味，往他兜里塞了一只镯子。可不敢，娘娘赏的够多了。他将镯子恭谨放回桌上，接着方才的话题。奴婢跟您说这件事，想必您已经清楚我的意思了。与其满朝文武盯着柳家，倒不如您先出手，局势才有利于您。您进宫也是刘老爷为了保住柳家，当初那100万两白银，以及您终身困在皇上眼皮子底下，证明了柳家同皇上一条心，也顺利守住了边关。咱家心里都明白着，皇上也是。如今又遇天灾，大禹富商定是要表表心意的，有了柳家当表率，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。奴婢知晓您也不容易，只身入宫，守着灵牌过日子。您是个好孩子，可这辈子都不能拥有子嗣，奴婢心里不是滋味儿。高大监的话令我云里雾里，但我确定他不是在害我。可治水患
要不少钱吧？高公公，治理江南水患，大概需要多少银子？高大坚连忙坐直，筑堤、粮草、人力、灾后重建都是大工程，加上可能会出现的瘟疫。他迟疑了片刻，接着道：娘娘，这是一笔不少的支出。不少的支出啊？那得是多少钱啊？见我有些犹豫，高大坚安慰我，奴婢建议柳家抛砖引玉即可，其他富商再凑合凑合，这压力本就不该柳家全部扛下。我纠结片刻，试探性地伸出一根手指头，可够？高大坚摇摇头，100万两银子定是不够的，不过柳家诚意已到，接下来就看其他家族的了。我连忙解释，那个是1000万两。砰！高大坚从椅子上滑落在地。娘娘，1000万两，怎地不够？不，1000万两能买下晋国了。哦，就是三公主想去当太后的那个晋国，那还买啥太后？直接把晋国买回来玩就完了。可行？那就是说1000万两足够了。高大坚再次给我盘算起来，奴婢觉得没必要出这么多。多吗？算了，听老人言。他令人去来纸笔，算起账来，密密麻麻的几大张纸，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，直至天蒙亮才回去伺候皇帝。我感慨宫中人人内卷，都不带睡觉的。临走前，我让他抓把翡翠瓜子。高大坚笑意盈盈，拿了一颗。奴婢已经沾过娘娘的贵气，养老钱已经够了，再不敢奢望多余的。日后便是奴婢报答您的时候了。我敛下眼眸，称仰仗高公公，看得清、拎得清的人不多了。次日，我爹便送了183万点4125两银子进宫，其余几家富商也跟着表了忠心。水患的主要难题迎刃而解，圣心大悦，亲手提了匾额赐予柳家。我爹给镶了金边才挂上。柳家的风格向来这般浮夸，浮夸到皇家都觉得柳家只有做生意的脑子。我还在补觉呢，张贵妃又来了，说话夹枪带棒的。呦，看来柳家那183万点4125两银子把家底都掏空了。这个时候还躲着睡觉不见人，恐怕连锅都揭不开了。快，将这些东西还回去，隔着箱子都能闻到里头的铜锈味，我闻着糟心。乒乒乓乓的声音将我吵醒了。知春还没来及跟我说明来龙去脉，10几个箱子便被抬进内殿。齐齐打开时，除了我赏的珠宝银子以外，还有几箱我没见过的首饰绸缎。咦，这些破烂是哪来的？我指着不认识的那几个箱子疑惑。贵妃，这些不是我送的，定是被人调包了，这也太惨了，哀家给你换成金的吧。张氏的脸涨得通红，好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，真是狗咬吕洞宾。咱们走，把这些破烂也都带回储秀宫。我连忙让知春追出去，送上2箱金饰。我表达情绪的方式很简单，不语，一味赏。等我转个身，身后一声闷哼，接着便是满院子的报名。我连忙接住替我挡了一箭的秋霜，令人去请太医。秋霜身旁还躺着一群没抢到替我挡箭的工人，嘴里还在惋惜，为何不是我？秋霜艰难开口，太后娘娘，奴婢一直想感谢您，奴婢的妹妹已经赎身了，她欠你的命，我来还。我让她住口，有我柳如意在，怎么会让人死在我怀中？我熟练从袖中取出续命丹、止血丹、解毒丹，全部喂到她口中。接下来只要取出箭矢，再好好休养就行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耳边再次报名起来，张贵妃冲进来，将我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。让你低调点，就是不听，往那一站就是告诉别人来抢我啊，我有钱。到底还是年轻，真是叫人不省心。以后改不改？我服。贵妃这孩子，我能有什么事？知春，取5万两送去给秋霜的妹妹，这是替哀家挡箭的奖赏。贵妃表情皲裂，满院子的工人发出遗憾的哀嚎。刺杀我的人早已被工人们擒住，没替我挡到箭，替我抓人总是可以吧？那人被扒得一丝不挂，送到永寿宫，没眼看。抓刺客的工人一人赏了1000两。自那以后，
永寿宫附近工人们自发轮番值守，巴不得有点啥事。我感叹宫中还是太全面了，宫女也能抓刺客。不，应该是围剿。遍布宫内的数千名宫女们无孔不入，拧成一股绳，无论你上天入地，他们都能将你扒光，丢到我跟前，给我家一般的安全感。我让知春在永寿宫门口支了个摊子，摆上雪燕窝和灵芝汤水，累了困了可自取，不限量。据说皇帝身边伺候的宫人也时常跑来替永寿宫值守，导致勤政殿时常无人伺候。皇帝暴怒，想来永寿宫一探究竟。高大监早早派人告知我做好准备。这皇宫改姓柳了。初次见我还没来及送见面礼，他便出言质问：啊，那得多少钱啊？钱，就知道钱。你爹、你哥，还有你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娘，把九州大陆的钱都赚完了。赚这么多钱要带进棺材吗？我们说的是一件事吗？不啊，我有这么多孩子要养，多挣点总归没错。魏锦眉头紧蹙，隐隐有发怒的前兆。我赶紧救场，当然也包括你。他冷声：我还得谢谢你了。我没有的事，太后的尊荣已是无价之宝，是陛下对柳家最大的恩赐。魏锦面色才有所好看。那个水患之事，柳家出了不少力。我顺口打断：嗨，顺手的事不值一提。既然这样，太后好生休息，改日朕再来看你。等等，我连忙命人取来10万两银子，这是见面礼。魏锦嘴角疯狂抽动，那便多谢太后了。我摆手，小意思不足为提。方才皇帝玉佩上的纹路同那日刺客腰间的纹身重合了，我感叹他的用心良苦，连试探工人的忠诚度都替我考虑到了。知春，取20万两银子送去勤政殿，就说哀家日后每月上交保护费，劳烦皇帝照着哀家。待知春回来时，同他一道回来的还有太后册保。现在我算是名正言顺了，想必日后刺客不会再光顾永寿宫。门外那群等着替我挡刀挨剑的宫女，愿望要落空了。那便一人赏50两吧。冰消雪融，我也入宫半年了。这半年内，妃嫔们日日给我送来他们的家乡美食，孙们下学后便跑来永寿宫跟我玩，比家里热闹。我感受到了书中提到的烟火气。以前我们一家4口分工明确，按方位将九州大陆划分为南区、北区、中区，爹娘哥哥各负责一个区的生意，我在家花钱，孤单寂寞。如今好了，不愁不够热闹，只是钱花不出去啊，这么久了才赏出去一点边角料，还不如我以前在斗兽场输一场多。仇人，娘娘，您看奴婢给您带了什么？高大监提着步履轻盈，满面红光。我很满意，不论妃嫔、皇子公主、太监宫女，都被我养得很好，人人格外珍惜后宫编制。外面想考进来，如万人过独木桥。甚至他国皇宫里的资深工作人员、技术人员、妃嫔都想跳槽过来大禹。可惜大禹皇宫编制已满，且大家伙不愿意退休，自愿007干到80岁。退而求其次，他们去了大臣府邸。他们认为重臣府邸也不会差到哪。结，那可是想错了。于是大禹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了一大批技术骨干。当时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，皇帝阴恻恻地说了句：太后做生意倒是不择手段。嗨，咱就只坑敌人。况且这是个考验的机会，过个10年转正了再提升待遇也一样。思索间，高大监已将碟子放在桌上，香气准将在房间弥漫开来。娘娘，这是煎饼果子，是奴婢家乡的美食，您尝尝。我咬下一口，薄脆的饼皮和香醇的酱料交融在一起，加上满满的馅料，的确不错。高大监见我吃的差不多，便凑过身来：娘娘，明日楚国便来我大禹联谊。哦，有点意思。说是联谊，实则是2个大国之间的国力较量。我瞬间两眼放光，比财力。我拍了拍高大监的肩，给他一个了然的表情。许久没有大展身手了，且让皇帝等着。哎，
太后威武。我让知春去寻父亲，清点一下家中财物，准备要让家中的宝贝们见见光了。足足5日，我爹才让人送了一本1000页册子进宫。我翻了翻，就没了。我家的财产1000页就能记完？不是柳家什么时候这般落魄了？不是，小姐，中区和南区还不算。哦，看来我哥和我娘还是不够努力。原始部落、食人族等等这些商机还有待开发。历年来，大禹和大楚国力不相上下，双方联谊无疑就是炫耀各自的长处，去踩低对方的短板。几局暗中比拼下来，不输不赢，达成诡异的和谐，以此彰显大国地位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来掐尖的。我眼泛绿光，期待地盯着楚国使者后面的箱子，希望能见到点稀罕物。这是大楚今年产的冬珠，足足5斛之多。我大楚皇帝念大禹不是冬珠产地，特送1斛给贵国皇后。楚国使臣捋着花白的胡子，眼中满是自信。嗨，我当是啥呢？我都不想说。皇后招手，宫女会议退下，她才缓缓开口。首先感谢大楚皇帝的美意，这冬珠确实珍贵。楚国使臣轻挑眉，皇后又接着道：可今年我母后母家送了10船冬珠进宫，贵国这样成色的冬珠，我都命人磨成粉分发下去了。楚国使者拍案而起，骗谁呢？众人皆知大禹从来没有冬珠，何来10船之说？我看是你们在做白日梦吧。这时，几十名工人抬着箱子进了大殿，打开箱子，齐齐数十箱冬珠照亮了整个大殿，个个大如鸽子蛋，色泽饱满。楚国那1斛小冬珠就像蔫巴巴的小鹌鹑。皇后大手一挥，拿下去，各宫都赏。楚国使者脸涨成猪肝色，可他身后的随从无一不露出羡慕之色。我儿的嘴角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切，不过是刚好有罢了。我大楚今年新研制了一种武器，威力无穷。他命人推车上殿，皇帝大臣们纷纷伸头，生怕若是战火起，大禹会吃亏。大红被子一掀，露出一门土炮。我再次失望，辈分大了，开始有瞌睡。魏瑾命人抬上来20门迫击炮，并在演武场展示了一番。楚国使臣开始狂躁无能，他身后的能人义士疯狂眼神投简历。这些是我娘去年回国的时候进献给朝廷的心意。他来自义士，只有我们全家知道，所以他极少待在大禹，怕被认作精怪。最后一项，比医疗水平，楚国在这方面的确发展得很好，这个我确实不太行。魏瑾求助的目光投过来时，我灵机一动，朝皇后眼神示意。经过这么久的相处，他一眼就知道我的想法。若是楚国有能人愿意来我大禹，一人赏1箱冬珠，10万两银子，府邸一座，随从50名。足足念了1盏茶时间，话音才落，整个大殿跪满了楚人，争先恐后推销自己。我会炼丹，能起死回生。我擅长妇产科，专治难产，高危妊娠。我擅长接骨，我擅长解毒制毒。还有我会拔罐。魏瑾大手一挥，收，都收，去内务府报道吧。大楚来了100人，只回去2个人。为首的使臣骂骂咧咧，要不是老子70了他们不收，高低我能混个总管当当。他又一顿，看向身边唯一剩下的扛大旗的，你怎么不去？盛世啥？他抓抓脑袋，我只会扛大旗。联谊大捷，和公同庆。魏瑾敬我酒，此次楚国前来拜访，属太后功劳最大，望后宫以太后为榜样。大殿内响起浪潮般的掌声，孙孙们拍得手掌心通红。我的心里暖暖的，将明年的压岁钱提前发了。夏日酷暑，人愈发懒起来，皇帝提议前去避暑山庄小住。和公让我先选院子，我瞧了皇家避暑山庄，还没我家的别院大，于是就去了柳家别院避暑。对了，我爹连夜差人将柳家别院更名为皇家小舍。魏瑾笑得更开心了，他只用出人。高兴不过2日，楚国便偷袭了。连毅见识过大禹的国力后，楚国君王坐不住了，生怕日后被大禹死死钳制，于是
他亲率1万精兵偷偷翻过边界线，直逼别院山脚，想擒住魏锦，拿下大余。别院的氛围一下降到了冰点。魏锦命所有女眷躲入地下室，他率仅有的200随行亲兵前去迎战，只回来了20几人，箭矢用尽，人员折损严重。魏锦同样受了伤。夜晚，女眷从地道里出来为伤员敷药包扎，空气中除了血腥味，便是绝望。皇上，臣妾愿意同您一同杀敌。皇后率先开口，再不见往日的柔弱。张贵妃也梗着脖子复应，大不了就战死，留下一身清白，臣妾宁愿死也不愿被俘。其余妃嫔纷纷开口，臣妾等愿同皇上杀敌。孩子们也站了出来，个个挺着小胸脯，表情坚毅。魏锦双拳握紧又松开，朕还能再战，你们躲在地下室，拖到2日后援军就能到，必不会叫楚人折辱你们。听到这里，我灵机一动，连忙打断魏锦，哀家有个法子。3妻2媳齐刷刷地看向我，方才在地下室，3公主问哀家，柳家在一个别院都藏这么多银子作甚？张氏出言，母后您别添乱，现在不是银子的事，您老人家快去地下室躲着，我同一双儿女定会拼死护你。我也梗着脖子，怎么不是银子的事？如果是，那必然是银子使的不够。哀家说过，在我这里根本不存在。魏锦一会，迟疑地开口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一拍大腿，对，拿银子砸死他们。3公主跳起来拍手，皇祖母真聪明。父皇您不知道，地下室里的银子能填满10个同心壶。魏锦表情皲裂，是儿臣没见识了。可是您真的舍得砸这么多银子？我大手一挥，嗨，这才哪到哪呀。魏锦说，偷袭要趁早。3000妃嫔站在别院城墙上，接住一箱接一箱搬上来的银砖。楚国君王早有准备，贼嘻嘻一笑，我就知道你们会偷袭，连女人都上阵了，看来离大余灭亡也不久了。将士们，英雄们，今日是你们的荣誉之战，你们见证了大楚成为九州大陆第1强国，拿下大余狗皇帝，你们就能回家，一人领10两银子，安稳度日。就是现在，拿起你们手中的剑，刺向鱼狗，砍下狗头，赏100两银子。冲啊！张氏在我身旁猛抽嘴角，100两银子就卖命，我家的阿黄都瞧不上。我举着大余国旗，坐在高大坚肩膀上，一声令下，给我砸！轰隆隆！不过瞬间，3000妃嫔齐齐投放银砖，漫天的银砖头在空中形成数不尽的绝美抛物线，闪烁着金钱的光芒，那么近那么远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大楚的将士被砸伤，却丝毫不做反抗，反而抱住凶器猛咬，随后高喊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银子，大家快抢啊，大余皇帝疯了。1万精兵丢盔弃甲，用头盔披甲包银子，丝毫不顾被砸伤的伤口。大楚皇帝也疯了，给老子冲！你他妈捡什么捡，还不给老子去杀敌？老子说过会赏银，赶紧打仗去。主将推了他一把，晦气玩意，才给10两，咋不抠死你？主将一把将楚皇的头盔薅下来，你不装银子给我装！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魏锦你竟然这般无赖，用这种流氓的战术摧毁楚国将士的军心，你无耻！楚皇指着城墙上的魏锦大骂。魏锦昂着脑袋，我母后有的是钱，你母后有吗？楚皇又指着我不可置信，你说她是你的谁？你再说一遍，这个小女孩她是谁？楚皇要崩溃了。魏锦叉腰，柳如意，我母后，我母亲，我娘，我唯一的娘，你能咋地？我不信，怎么可能？城墙上3000妃嫔皇子公主齐齐整整高呼，母后千岁，皇祖母千岁。楚皇觉得自己的智商正在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，怎么可能？我不信你有这么有钱还年轻的母后，为何我没有？楚皇跪地问天。魏锦傲娇地昂着脖子，我家的事你少管。楚皇彻底疯了，到处问何处寻有钱的母后，而楚国将士被砸得半死不活。张贵妃问我还砸不砸？
母后，要不要省点银子？我不在意的摆手。砸，不砸今日死的就是我们。楚国败了，楚皇落荒而逃，自此怀疑人生，一蹶不振，扬言要找个有钱的母妃。这场战争在史书上留下重重的一笔，后世称之为拼妈之战。回宫后，我被封了慈圣皇太后。我不语，一味赏。转眼永寿宫的桂花树花开花谢了5次，孙孙们也长大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奴婢来请安了。高大坚拄着金拐朝我而来，奴婢还做了您爱吃的杂粮煎饼果子。我朝他打招呼，快来看看哀家给你打的翡翠轮椅。高大坚颤巍跪地，娘娘，奴婢得到的够多了，这把翡翠椅子冲入国库吧，今年天灾，朝廷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不在意的摆手，国库是国库，哀家自然会管，这是你的。若不是你在中间周旋，买妃位那次，柳家估计早被抄家了。嗨，这都多少年了，我也就提点了刘老爷一嘴，边关缺30万两银子，他自个儿就上道了。皇上也不是个昏君，也知道将柳家赶尽杀绝的话，柳家必定投入其他国家。我深以为然。我娘说过，柳家在南北中3个区势力均分，南区国家出手，我们就去北区；北区出手，我们就去鼎中区。任谁也不敢拿柳家怎么办？今年天灾，灾到三公主只用我给的压岁钱就买了大晋的太后之位。我骂她没出息，跟皇祖母说一声的事，晋国就送给你了。三公主扭扭捏捏，皇祖母、孙女看上了晋国的太上皇，孩子大了，有心事了。我叮嘱她，记得抽空把晋国皇帝换成你武皇帝，她最得我心了。日后其他人不管我，我就去晋国找你们。哎，皇祖母，灾荒3年后，国库亏空，皇帝别别扭扭来找我。母后，那个儿子有事求您。我大手一挥，1000万两。皇帝大喜，抱住我的大腿。母后，你是我唯一的娘，我是你唯一的儿子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